你相信人能死而复生吗？深夜的一间停尸房里，法医正在对一具尸体进行尸检。就在他拿起骨锯想要解剖时，尸体眼睛突然动了一下，紧接着就深吸一口气坐了起来。法医顿时就被吓晕过去，掉落的骨锯恰好搁在他的身上，腿上瞬间被划出一道巨大伤口。复活的男人也慌了，他赶忙掏出法医的手机，当即就拨通了急救电话。可当老齐和黑妹赶到后，也不禁被男人吓了一跳，他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还好端端的站在这里？原来就在刚刚，急救中心接到报警，神婆说一个男人来找他算命，不知怎么就倒在地上没了气息。老齐和黑妹再三确认，发现男人的确已经死亡，于是当即打包了尸体。为了查明男人死因，法医决定对他进行尸检。不料刚想动手，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虽然老七黑妹震惊不已，但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帮法医处理伤口。好在骨锯没有伤及动脉，很快吓晕的法医就从疼痛中苏醒过来。老齐两人很是好奇，询问男人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男人说他得了一种怪病，经常会陷入睡眠麻痹状态，看起来就和死人无异，但过一段时间就会苏醒过来。而这已经是他第3次被宣告意外死亡了。黑妹建议他带一个手环标明情况，以防被人当作尸体处理掉。男人却不想让人知道他得了怪病，并且每次他起死回生都能愈发感觉到生命的可贵。与其说这是一种怪病，不如说是上帝对他的一种恩赐。男人说的是不亦乐乎，但他有没想过法医的感受呢？可这边才刚处理完毕，另一边又突发了惨烈车祸，男人被一辆皮卡撞到车上，只剩下半截身子躺在地上。就在刚刚，男人来到一家机车店，今天刚好是他50岁的生日，儿子经常告诉他要及时行乐，于是他决定买辆摩托车来犒劳下忙碌半生的自己。可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的生日竟然变成了忌日。男人骑着摩托一路飞驰，仿佛已经联想到儿子看到后的惊讶表情。他那一身酷炫装扮很快就引起了一名女司机注意，男人也礼貌性的做着回应。不料就在经过路口时，一辆皮卡疾驰而来，直接就朝他挤压过去。很快警察和急救员就来到事发现场。黑姐说男人怕是活不了了，不但失血过多，身体更是被撞成2截，能够撑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可男人还在想着回家，因为他的妻儿还在等他回去庆生。他和儿子约定好了在家等他，他要给儿子一个惊喜。How long before you guys get me out of here?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可能再也无法回去了。可也就在这时，男人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队长帮他接通电话，而电话正是儿子打来的。Hey buddy, hey pal. Yeah, I know. I'm sorry, buddy. I'm late. I know. I'm trying. Yeah, I got it. I got it, like you said. 96 twin cam engine. Yeah. 1560 cc's cherry red. Oh, it's bad. Oh, Cox, buddy. I was hauling up Alameda like a badass. Your old dad was like a new man, buddy. I'm telling you. Hey, and don't tell Mom. This thing was a chick magnet. Yeah. On top of the world, pal. But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Because I knew I was coming to you. I love you, son. 希望你回到今天。我记得碰你的脸，在双手之间，安静地看你的眼，像秋天落叶，温柔整个世界。老大爷正在家看一部空战大片，不料下一秒一架战机就冲了进来。很快消防员就赶到现场，而房屋早已被战机撞毁。众人下车一看，顿时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明明这里是一片空旷农场，可为何飞机不偏不倚撞进了农户家里呢？原来就在刚刚，紧急中心接到报警，男人说他的飞机即将坠毁，而他驾驶的竟是一架 F-16战机。他弹射逃生后被挂在了一个高塔上面，但更要命的是，他也不知道战机会在哪里坠毁，于是便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消防员赶忙冲进房屋查看，没想到老父竟好端端的站在里面，但他老伴儿可就惨了，被机体死死卡在沙发上面，不但双腿没了知觉，就连呼吸也十分困难。可也就在这时，飞机的燃料突然泄漏，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爆炸。然而更要命的是，卡住大爷的竟是战机上悬挂的导弹。从飞行员口中得知，那是一颗模拟弹。既然是假的，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Well, it is. For the target range, it's still an explosive. It's not like it's going to blow up the whole neighborhood or anything. Probably just the house it's in. Maybe the one next door. 这下可就麻烦了，并且警卫队人员1个小时才能赶到，显然大爷支撑不了那么久。飞行员说他可以指导消防员将其拆除，先打开机头扳机盖，然后再剪断红线。Disconnect the white low voltage coupling. 好家伙，你就不能一句话说完吗？差一点就剪断了。按照飞行员指示，消防员切断耦合器。Coupling disconnected. Okay, go ahead and cut that green wire. 众人顿时懵了，你刚不是说剪红线吗？怎么现在又说绿线呢？ Did I? Yeah, you said red.
You sure? Yes, you said red. Okay. Let's go with red. 众人更加懵逼了。不过他刚从万尺高空掉下来，脑子不清醒也很正常，很可能患上了定向障碍症。可大爷情况十分危急，线路也开始冒起火花，怎么办？ Cut the red one. His disorientation is just now presenting. Let's go with his first instinct. Cut the red one. 来不及多想，众人也只能冒险一试了。可艾迪才刚想准备动手，老齐却在沙发靠背看到一个扳手，他随手一掰，靠背立马就放倒下来。难道就这么简单吗？很快大爷就被解救出来，老齐也是无语了。靠背能放倒你不早说。不过也不得不说，飞机撞到家里还能活下来，也算是空难史上的一个奇迹了。 What house? 男人洗碗时突然听到洗手池管道里竟然传出了求救声。男人拿开漏斗查看，发现声音果真是从里面传出来的，于是立马拨通了急救电话。很快消防员就赶到现场，但热成像仪显示管道里面根本没有人。 You come from the restaurant. A lot of metal here. Reflects the sound. 男人坚称他没有听错，求救声肯定是里面传出来的，并且听起来还非常绝望。起初消防员并不相信，怀疑是男人听错了。这时巴克说道，他就曾在下水道里救出一名婴儿。不料话音刚落，管道里竟又传出求救声，这次他们全都听到了。Somebody help me, please！ 就在几人懵逼之际，餐厅经理拿着平板走了过来，门口的监控显示小轿车撞倒了电动车，车手恰好掉进了下水道里。可没想到的是，肇事车辆竟直接逃跑了。得知情况后，消防员赶忙打开了下水道井盖，好在掉下去的车手并无大碍，只是扭伤了腿而已。 Guess someone's going into the sewer. I'm going into the sewer, aren't I? 小黑很有自知之明，自告奋勇地下去救人。不料这边才刚处理完毕，另一边竟又发生命案，竟然是母亲枪杀了自己亲生儿子。就在刚刚，紧急中心接到报警，老妇说有个陌生男子闯进他家，言语中充满了慌张。 Oh God, he's coming in. 接线员让他找地方躲起来，可下一秒电话里就传来一声枪响，男人被击中腹部，当场凉凉。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可当老齐给老妇检查身体时，发现他左眼瞳孔有些异常，并且还伴有些许头痛。老妇坚称自己没事，只是上周在花园摔了一跤。起初的老齐也并没在意，这时一张照片却引起了黑姐注意，因为照片上和老妇合照的人，竟然正是被老妇枪杀的男子。显然老妇是认识他的，难道老妇想把谋杀伪装成入室抢劫，以便逃脱法律的制裁？可老妇并不像在撒谎。这时黑妹想到一种可能，那就是老妇患上了脸盲症，会经常认不出身边熟悉的人，甚至有时候连自己都不认识。再加上她上周摔了一跤，很可能磕到头部导致了脸盲症。为了确认他们的猜想，黑姐再次向老妇确认，老妇依旧坚称自己不认识这名男子。 And you didn't recognize him? You'd never seen him before? I've never seen him before in my life. 随后黑姐拿出照片，问他认不认识照片上的男人，老妇却说那是他的儿子，儿子是一名医生，全家人都为他感到骄傲。最悲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众人并没将真相当场揭穿，随即便将老妇送去医院进行治疗。很难想象，如果老妇知道自己误杀了儿子，究竟会是一种怎样的反应。 I can't imagine it. 经过一番治疗，老妇的病情终于好转，可她很是疑惑。她给儿子打了很多电话，但儿子却一直没接。 If he stops by the house and sees the mess and me not there, he's going to be beside himself. I mean, he's such a good son. He's always... 老妇话里话外都是对儿子的担忧，显然他们母子的关系很好。黑姐不忍继续隐瞒，只好委婉地做出了提醒。 I'm afraid there was an accident. And Jeremy was killed. He's dead. What kind of accident? He was shot when he was mistaken for an intruder. 老妇突然想到了什么，原来竟是自己杀死了儿子，恐怕余生他都会在愧疚中痛苦度过。 Are you saying that... Oh God, no. No. I'm so sorry. No, I didn't know. I know you didn't know, please. 男人捡起一颗松果，对着老虎屁股就砸了过去。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只为让侄子拍一张老虎的照片。可还不止如此，为了让老虎靠近一些，男人竟又故技重施，直接打中了老虎脑袋。 Just throw something? You're not supposed to taunt the animals. We're not. My nephew's just trying to get a picture. That's all. Did you get it? 眼看照片拍好了，男人带着侄子就转身离去，殊不知他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男人刚想上个厕所，突然听到外面传来阵阵惨叫。男人出来一看，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只见游客逃命似的往前奔跑。What happened?
正当他懵逼之际，身后突然传来一阵低吼。等他惊恐地转身看去，那只被他激怒的老虎不知怎么跑了出来。老虎显得十分愤怒，对着他就是一阵嘶吼。男人不敢轻举妄动，小心地掏出手机拨打了911。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911, what's your emergency? He's just staring at me. He won't take his eyes off me. It's like he's studying me. This isn't good. Security's been alerted. They're on their way to you now. But now's not going to be soon enough, okay? Been on safari. I know how fast these things can move. Sean, I'm being told your best course is to remain very still. 可面对一只凶猛老虎，男人又怎能原地不动？更何况他还招惹过他。一想到这里，男人撒腿就跑，老虎立马就追了过去，势必要让男人付出代价。好在男人速度够快，当即就跳到了栅栏外面。I made it. I'm in the flamingo thing. Tell the zoo security I'm in the flamingo thing, all right? 可他大大低估了老虎的能力，毕竟老虎可是猫科动物。此时消防员也赶了过来。据动物园的驯养员介绍，老虎可能是通过石墙跳出了围栏，另一名驯养员想要训导，不料却被老虎抓伤了手臂。老虎肯定是被激怒了，否则不可能攻击他。这时接线员打来电话，说一名男子正被老虎追击，现在就躲在火烈鸟围场里。本以为男人早已命丧虎口，没想到他竟和老虎玩起了捉迷藏。 I think I outsmarted it. 可他话音刚落，老虎竟从身后走了过来，这下子看你小子还往哪跑！接着电话里便传来一声惨叫，很快警察就带着麻醉枪赶了过来。只见老虎正吃着什么，来不及多想，众人赶忙寻找好射击角度，但却并没发现男人踪影。黑姐拿起望远镜一看，发现男人倒在了血泊之中，是死是活还不得而知。这时老虎也发现了他们，警察立马扣动扳机，被麻醉的老虎当即无力地瘫倒在地。但悲剧还是发生了，老虎早已将男人肢解完毕，而老虎也被拉走执行了安乐死。然而没想到的是，被老虎大卸八块的男人竟然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偷猎者，曾经猎杀了很多动物，想必能有今天也算是罪有应得了吧。一辆红色轿车闯入施工道路，不料下一秒就被炸到天上，轿车空中翻转2周半，伴随一股水雾腾空而起，现场顿时变得一片狼藉，车辆狠狠地砸落在地，瞬间就被爆炸的火焰当场吞噬。女孩见状刚想倒车，但也很快陷入危机。工人赶忙拨打了急救电话，没多久消防员就赶到现场。可等众人下车一看，也不禁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跳。据施工负责人介绍，他们正在对下水道进行压力测试，不料下水管道突然爆炸，就连车子也被炸飞出去。His car blew up. He's okay. 爆炸车的司机成功逃出，但有2人被困在了黑色车里，现场情况十分危急。队长立马下令展开营救。Black SUV between a copper and blue sedan. Let's go, let's go. 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黑色车子被2车卡在中间，消防员只能从天窗进入，可车厢很快就会被水灌满。在巴克和埃迪的合力下，先是将压在天窗的石块搬开，随后巴克让2人闭上眼睛，一锤将车窗当场砸碎，水流顿时喷涌而出，这才争取了救援时间。然而糟糕的是，女人大腿被方向盘卡住，无法动弹，鲜血更是不断流出，情况紧急。埃迪一边向队长寻求帮助，一边让副驾驶的男人爬出来。即便男人不想丢下女友，但现在可不是矫情的时候，毕竟车厢空间狭小，为了配合消防员实施救援，他也只能先行爬出车外。埃迪则立马钻进车里，眼看女人大腿血流不止，为了帮其止血，埃迪剪断安全带，紧紧绑在女人大腿之上，女人顿时疼得尖叫哀嚎。Okay, all right. 外面的队员也没闲着，老齐拿出牵引绳，将黑车挂在消防车上面，试图直接把黑车给拖拽出来。伴随队长一声令下，黑车硬是被强行拖了出来。车门打开后，积水瞬间喷涌而出。不过庆幸的是，黑妹检查发现，女人的大腿并没伤到大动脉，可老齐却说 I think we can cut it right off. The wheel, not the leg. 随着女人被成功救出，现场顿时传来一阵欢呼。想必经历此事，再也没人敢擅闯施工道路了吧？男人演讲时突发怪病，右手竟突然变得不听使唤。就在众人懵逼之际，男人一把抓起话筒，对着自己脑袋就砸了过去。男人自己也吓坏了，根本不知怎么回事。What's happening to me?
台下观众顿时就惊得呆立当场，不知道这是男人为了演讲效果刻意为之，还是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一时也不敢贸然上前。直到听到男人的求救声，众人这才察觉到了异常，于是赶忙拨打了911急救电话。很快消防员就赶到现场，队长好心的安慰他说，不管发生了什么，请都不要伤害自己。 You think I want to hurt myself? It's my hand. It has a mind of its own. 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 黑姐一眼看出男人可能患上了一手症，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会导致患者四肢活动异常，通常是由大脑引起的。但现在可不是分析病因的时候，得先把男人控制住才行。不料男人看似柔弱，右手却是力大无比，巴克两人联手也很难将其制服。I got it. Please, just cut it off. 通过询问得知，男人4周前刚做过心脏手术，看来是心脏里的血块进入大脑，这才导致他患上了一手症。不料就在这时，男人一把掐住巴克脖子，巴克顿时憋得脸色通红，在队长帮助下，这才将其救下。可下一秒，埃迪疼得哇哇直叫，没喘过气的巴克又被掐住，眼看就要窒息过去，老齐一针就扎了下去，男人右手顿时麻痹，巴克这才堪堪脱离。I am so sorry. I am so sorry. 好家伙，这可把巴克和埃迪害得不轻，巴克险些被他掐死，埃迪更是差点断子绝孙。直到收队的那一刻，埃迪还是疼得直哼哼。宝宝刚出生就被父亲绑架了，为了不让宝宝饿死，男人决定再绑架个女人给孩子当奶妈。 I like her too. 很快他就锁定了绑架目标，转眼半小时过去了，小女孩却始终没有看到妈妈。好心的路人上前询问，这才知道女孩妈妈不见了，于是赶忙叫来了警察。而与此同时，男人正开车带着宝宝一路飞驰。可也就在这时，对面突然驶来一辆警车，男人戒备的拿起手枪，不过好在警车疾驰而过，男人这才放松了警惕。而坐在后排的宝宝却哭闹不止，他刚想回头安抚，路口的一辆警车与其发生猛烈撞击，车上的警员爬下车子，赶忙就拨打了急救电话。殊不知车上的男人竟是一名绑架犯。 Are you okay? I'm fine. 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男人偷偷地摸向手枪，就在他打算对警员动手时，消防员恰好开车赶到这里。男人见状立马慌了，当即就从车上爬了出来，抱起宝宝就想离开。Hey. Let me give you a hand with that. 消防员赶忙将其拦了下来，说要给他和宝宝检查伤势，但却遭到男人当场拒绝。看到宝宝哭闹不止，不放心的巴克刚想劝说，不料男人却愈发激动。老齐顿时察觉到不对，身为父亲又怎能不关心宝宝安危呢？于是立马假装上前安抚。Okay, sir, just relax. All right? We're a family. We're a beautiful family. 男人丢下孩子撒腿就跑，巴克见状赶忙就追了上去，眼看男人就要逃脱，恰好被赶来的黑姐拦下，巴克一个猛冲将其扑倒在地，直接将男人当场抓获。黑姐让巴克检查一下车子，当后备箱打开后，果然绑架的女人被关在里面。警方通过一番调查，很快找到了被打伤住院的男人妻子。据妻子介绍，她的丈夫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丈夫打伤自己后就带着宝宝逃跑了，她非常担心宝宝的安全。就在这时，消防队长抱着宝宝走了进来，看到孩子的女人激动无比，丈夫因为绑架被捕入狱，而她和宝宝也将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大爷仅凭一己之力，竟让价值100万的救护车当场报废，就连消防员也险些炸死。消防局可谓是损失惨重。就在刚刚，紧急中心接到报警，一个大爷闲来无事，竟在家中徒手拆起了榴弹，结果榴弹发生爆炸，弹头直接炸进了他的大腿里。通过询问得知，大爷是一名军事收藏家，他说那是一枚40口径的演习模拟弹，是在一个跳蚤市场买到的，可能拆弹时碰到了发射药引起爆炸。队长发现很多弹片卡在大腿里，股动脉已经划破，必须立马送去医院救治。起初众人并没多想，当即就把大爷抬上了救护车。殊不知真正的危险也才刚刚开始。就在去往医院途中，埃迪突然惊恐地发现，大爷腿里的根本不是模拟弹，而是一枚实弹。 Practice rounds, blue caps. Gold caps are live. Pull over!
消防员赶忙将车停在空地，扫描发现大爷腿里的确是没实弹。巴克很是疑惑，榴弹不是已经爆炸过了吗？埃迪解释说，榴弹由推动榴弹的火药以及引爆榴弹的炸药组成，现在榴弹只是被推动，还并没发生实质性爆炸，否则大爷早就凉了。然而更要命的是，榴弹随时都可能爆炸，而军方人员1个小时才能赶到，大爷失血过多显然来不及了。 I can do it. 埃迪说他可以尝试一下，毕竟他在战地医院工作过，对于军械也更加熟悉。埃迪和巴克来到车上，他让巴克帮忙按住大爷伤口，自己则拿起钳子夹向弹头。在取弹过程中，弹头不能发生任何旋转，因为传感器是通过弹头旋转次数判断距离的，一旦距离足够就会立马爆炸。埃迪只能夹住弹头，硬生生将弹头强行拔出，好在中途并没发生意外。可就在他将弹头放进盒子里后，巴克双手一个不稳，弹头竟然直接发生了滚动。 幸亏弹头没有爆炸，大爷很快被救了出来。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可众人刚想松口气，好家伙，价值100万的救护车直接炸毁。幸亏他们跑得快，否则势必也会当场报废。 Guys hungry? 女警回家后惊恐地发现，女儿竟然服下了1整瓶的麻醉镇痛药。黑姐顿时慌了。 可任凭如何呼喊女儿，却没有任何反应。等急救员赶到后，立马就将女孩抬上了救护车。女孩陷入重度昏迷，器官也开始发生衰竭。此时，一向强势的黑姐也开始变得不知所措，只能抱着女儿默默祈祷。很快，女孩就被送到医院进行救治，能否活下来却是不得而知。黑姐担忧中充满了自责，以为是自己忙于工作疏忽了对女儿的照顾，殊不知女儿自杀还另有隐情。然而庆幸的是，由于抢救及时，女孩这才堪堪脱离了危险。很快，女孩就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看到父母担忧的脸庞，女孩愧疚地说出了真相。她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叫蕾拉的女孩，只因我和她喜欢的男生说了几句话，她便联合其他同学一起欺负我，还说像我这样的人渣就该自杀，就算死了也没人在乎。”得知真相的黑姐气愤无比，她安慰女儿不要害怕，老娘10几年的警察可不是白当的，我保证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可也就在这时，儿童保护机构的人员赶到了，女人建议由机构出面与对方和解，但却被黑姐当场拒绝。我女儿差点死了，还和解个毛线！第二天，黑姐就来到校门口蹲守。根据搜集到的照片，很快她就锁定了那个叫蕾拉的女孩，但她并没有直接动手，而是一路尾随来到蕾拉居住的庄园。显然，蕾拉的背景并不简单，但一想到病床上的女儿，黑姐气势汹汹的就走了进去。看到有警察赶到，蕾拉赶忙就往包里藏着什么，随即就和黑姐打起了招呼。Your neighbors called to complain. I'm sorry, was the music too loud? No, see, they called to say some skanky teenage hoe living up in here, bringing a real stank to the neighborhood. She nearly died.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to that? 得知黑姐来为女儿报仇后，蕾拉却显得更加嚣张，甚至还当场辱骂黑姐女儿。黑姐顿时就被激怒了，当即就要把蕾拉带走。You can't do that! Oh, no? I saw what you hid in your bag. 黑姐打开包包一看，竟然从里面找到了一小包面粉。Heart is over. You are in such trouble. My father's an attorney. 黑姐根本不吃这一套，立马就将她押回警局。没多久，蕾拉父母便找了过来，仗着自己有点权势，他们威胁黑姐赶紧放人，否则就动用一切关系让她饭碗不保。而至于女儿包里的面粉，也只是黑姐为了报仇栽赃陷害，甚至觉得黑姐女儿自杀和他们的女儿没有半毛钱关系。 Was this about revenge? Is that it? But you got it in your head that Layla is somehow to blame for your daughter trying to kill. 黑姐顿时就怒了，保护不了女儿，我还当什么警察？你们女儿能有今天，全都是拜你们所赐。今天你们休想把女儿带走。第二天，黑姐就被叫到办公室，警长对她的做法有些不满。你保护女儿我能理解，但你的举动明显有以权谋私的嫌疑。要知道，蕾拉父母可是当地有名的律师，势必会对你和警局进行起诉。为了避免引来更多麻烦，警长决定让黑姐做一段时间的文职工作，这样也算对外有个交代。不过这也无所谓了，毕竟蕾拉被关进了收容所，黑姐总算是为女儿出了一口恶气。